在索尼蜘蛛侠宇宙一路扑街的同时，由索尼与漫威联合出品的新电影《蜘蛛侠4》将在2026年7月24日在美国影院上映。新电影的正式立项，再加上之前爆出的唐尼版毁灭博士将与彼得·帕克在复仇者联盟末日中相遇。关于蜘蛛侠的新消息接踵而至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关于这部电影最近到底流出了哪些情报。首先确定的自然是主创人员，各位主演们自不必说，导演德斯汀·丹尼尔·克里顿将执导《蜘蛛侠4》，编剧方面也继续沿用了前3部曲的编剧团队。这个安排看似稳妥，不过对于主创们在前几部蜘蛛侠里对于主角的刻画，也有不少观众有很大的意见，希望他们在经过了开启多元世界大事件，并且蜘蛛侠身份再次得到隐藏后，能对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刻画。关于新作是否会涉及到多元宇宙这点，暂时没有太多透露。不过考虑到第4、第5阶段涉及多元宇宙的部分，最后都因为五花八门的原因烂的是各有千秋。我觉得漫威电影宇宙至少应该学会一些教训，少在独立电影里搞这些有的没的，把多元宇宙的问题放到复仇者联盟这样的大乱斗片子里解决，在个人电影多去塑造一些角色的形象。更何况目前漫威的蜘蛛侠还是一个经历了3部电影负成长的巨婴，也该在第4部给他一些正面的塑造了。在角色回归方面，目前基本可以确定会再次回归的角色中，最大的卖点显然是托比和加菲2位蜘蛛侠前辈。很显然，漫威在上一部3蛛同框中尝到了甜头，准备把这种形式延续下去。当然了，这可能也是考虑到漫威电影宇宙版彼得历经3部仍然纯真，确实需要2个前辈来带一带，同时还有2个有希望回归的角色，其中之一是在超凡蜘蛛侠里扮演格温的艾玛斯通。作为很多观众对于超凡蜘蛛侠最大的 PTS 点，如果他能借此机会复活，那确实是个大好事儿。而另一个就是威廉达福饰演的诺曼奥斯本，据说本次他的角色是一个全新变体，或许是漫威电影本世界还没变成绿魔的诺曼，搞不好还能顺势引出漫威电影宇宙版彼得的好基友哈利，也就是第2代绿魔。上面这些演员回归，总体上来说是好事儿。而反派角色方面，目前同样有2个线索，其一就是作为主要反派的新毒液。在上一部蜘蛛侠的末尾，索尼蜘蛛侠宇宙的毒液来到了漫威电影宇宙世界，留下了一块共生体碎片。很显然，这是新敌人的彩蛋。最近几年，这毒液的存在感相当强，除了电影系列以外，在游戏里也是主要反派。而漫威电影宇宙引入它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，除了毒液本身的高人气以外，毒液还能带出一大堆相关联的角色，包括毒液诸子、反毒液、毒液特工，甚至共生体之王大耳。这些索尼想拍也好，不想拍也好，恐怕短时间内都不会再有机会碰的角色。漫威电影宇宙可以大大方方的使用，同时根据爆料，新电影还会构筑一个新的邪恶6人组。这6个人每个成员都有独特的能力和经历，彼此之间联合作恶或者互相拉扯，都可以增加电影的戏剧性。考虑到漫威电影宇宙之前的几部电影里拿出的反派角色，已经差不多能凑出一个经典款邪恶6人组了。不过这次强调全新，或许在人员变动上会比较大，比如隔壁索尼配角宇宙的吸血鬼莫比亚斯和猎人克莱文。毕竟虽然索尼这个电影系列是烂完了，但角色还是有再利用价值的，或者也有可能是纯原创的新反派。不过按照漫威电影宇宙一贯的作风，独立电影的敌人大部分都还是会以有原作基础的角色为主，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，就是除此之外的蜘蛛侠反派在知名度上也要差不少，总不能出强人之类的搞笑角色吧。按照一部分内部消息透露，除了以上回归以外，墨菲斯托和恶灵骑士也会在电影里出场。虽然不确定他们会在片中的具体角色以及戏份占比，不过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，我觉得这部漫画很可能会参考漫画又一天的剧情。其实上一部3蛛同框的电影在一些情节上就很有这部漫画的即视感。漫画的故事发生在内战之后，梅姨遭到枪手攻击濒临死亡，而这枪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彼得·帕克，这让后者陷入了深深的绝望。为此他甚至去求钢铁侠给自己打点钱来支付梅姨的医疗费。此时2人的关系早已因内战决裂，
虽然托尼老板不差钱，马上就给彼得进行了资金援助，但依然救不回梅姨的命。彼得只能寻求奇异博士的帮助，奇异博士也无能为力。但彼得偷偷使用了奇异博士家中的法器，回到过去，想要改变现实。然而他除了自己再次目睹梅姨之死外，受到更深的精神创伤，并没有改变什么。很显然，漫威电影宇宙上一部蜘蛛侠电影的情节就是来源于此。后来失魂落魄的彼得遇到了墨菲斯托，墨菲斯托说自己是唯一能拯救梅姨的人。作为交易，需要彼得献上一些东西。按照经典的恶魔契约故事，接下来就该彼得出卖自己的灵魂了。然而，墨菲斯托想要的并不是彼得的灵魂，而是他的幸福。因此，他的条件是彼得永远无法与玛丽简结婚。墨菲斯托将以两人对爱情的绝望为食。在商量过后，彼得和玛丽接受这个交易，但是玛丽又偷偷地向墨菲斯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款，她希望世界忘记蜘蛛侠的真实身份。墨菲斯托同意了这个交易，此处也与蜘蛛侠3的剧情相似。当交易达成后，彼得重新在梅姨家的卧室醒来，梅姨成功复活，自己也回到了大学时的生活。这个故事的路子非常符合漫威电影宇宙版蜘蛛侠一路走来的风格，接下来的电影也很有可能继续从中汲取灵感。按照索尼方制片人艾米·帕斯卡尔接受采访时透露的内容来看，蜘蛛侠4将深入讨论放弃普通人生活，全身心投入蜘蛛侠这个角色的彼得·帕克如何去承担自己选择带来的后果。他表示，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他决定不再做彼得·帕克，而是全心投入到蜘蛛侠这个角色中，因为做彼得·帕克太难了，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。彼得还有成长的空间。个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预兆。实际上，这些内容本是早就该拿出来重点描写的问题，但此前编剧们给漫威电影宇宙版彼得定下的人设实在是过于天真了。3部电影里，除了在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之外，基本没有什么实质性成长。根据目前流出的消息，电影的项目标题被定为蓝色绿洲。如果真的如此的话，那另一个可能与剧本相关的漫画系列就是蜘蛛侠蓝了。除了上面提到的格温史黛西外，黑猫菲利西亚哈迪也有可能出场，给彼得提供一个新的爱情路线选择。毕竟现在 MJ 已经把他忘了，只不过考虑到汤姆·赫兰德和 MJ 演员赞达亚戏外的亲密关系，真这么搞的话，搞不好会有一些来自现实的阻碍。总之，副标题未定的新电影《蜘蛛侠4》目前预定在2026年7月24日在美国院线上映。在如今漫威电影陷入沉寂的情况下，您是否会对这部电影抱有期待，并于电影院观看呢？